增肌这个过程大家比较容易忽略，就是会觉得说，哦，我要开始比赛，那就开始减脂。其实没有，最重要的是前面这一段过程，你的增肌才是一个重点，减脂其实只是一个小部分。大家好，我是新市场的健身顾问，我是妹子青青。今天为你们带到的是我们全新的新市场，那它的地址会在台南市新市区富林路416号。那我们新市场最大的特色就是楼下有民生超市，可以提供会员训练完之后到下面购买生鲜食材做烹煮。那当然没有时间的会员呢，我们楼下也有提供自动贩卖机哦，里面有贩卖木盆沙拉跟乳清贩卖，提供会员快速又方便的营养能量补充哦。那我们今天就请到去年在台湾 IFBB Pro 自然区域赛的冠军 Louis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训练故事及内容吧。Go！ Hello， 大家好，我是 Louis， 然后可以叫我弘毅。那我今天要来带3个训练动作，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我们的身形要看得出来是倒三角，所以我今天来带来阔背、背部的训练。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让我们的背从下到上开始练起来，所以我会先吃我胯骨端这边的阔背，手像一样用这一台 Hammer， 这一台的话是高位反手下拉，那我会用单侧，因为我要的是阔背的路径。好，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手抓稳之后，先把我们的胸廓保持张力，前锯要用力，肩胛骨才可以 hold 得住。好，吸气，手推，对向侧手做推的动作，可以提醒我们的胸椎段不要掉。好，推着，好，下来，带一点同向侧的侧屈加旋转，阔背就可以收得很紧。那目标是胯骨端的阔背肌。好，吸气的时候上去，保持胸廓稳定，憋着气拉到顶峰，吐掉就可以了。然后手肘不用刻意超过身体，到腰身旁边就够了。Go。那我健身的经历大概是11、12年。那有系统的话，第一次参加比赛是2018年健身工厂第一次办的那个 IFBB 的比赛，然后一直到现在，所以有系统训练大概是6年左右。路易斯为什么会开始健身？因为以前小时候就是会看那些七龙珠，虽然不是很迷七龙珠，但是就对于那些肌肉线条就非常喜欢，然后就有点刻画在我的记忆里面。那记得小时候最有趣的是，在家里会随便摆一些健美动作给家人看，对，我会直接爆气，像赛亚人一样爆气。那我妈妈就一直笑，就没想到摆着摆着，我就真的开始比赛了。路易斯，你喜欢就是在比赛上台的时候那种展现自我的感觉吗？对，其实舞台对我来说是蛮渴望的，因为其实我本来就很喜欢表演，希望可以透过健美，然后去让自己每天辛苦训练的成果，然后在舞台上展现出来。所以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让大家更认识我，然后可以把健美这项运动推广出去。遇到最大的挫折应该就是感觉自己好像停留原地，然后不会进步，停滞不前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就是健美选手最大考验的，就是身心灵上面都要可以去过滤，就是要想办法比较逃离那个低谷的状态，所以就是要适时的抒发自己的情绪，可能要去外面走一走啊，然后看看书啊之类的。通常撞墙期开始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说，只要我撑过这个撞墙期，后面的进步就是用弹的。那通常每次经过这个低潮期一过后，真的进步的步伐就会很大。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开心的过程，健美最开心的过程。健美最开心的过程就是，好比像我比赛都是2年，可能就是做增肌的准备。那开始减脂的时候，到上场的时候就会可以看到我这2年有没有进步。那再来就是比赛中拿到成绩，那种成就感就会非常棒。健美就是最诱人的地方就在这，就是你的生活当中也融入健美，就是健美不是只是我要比赛我才开始，而是你从平常的生活你就要有点融入进去，就是你要很自律，然后要很有耐心，然后等等的所有事情要
全部涵盖起来，才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比较好。它有点像在修行修养这样。我应该是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才继续走下去。OK，因为家人很支持我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知道做健美这项运动需要注意什么，所以他们其实也会体谅我。然后像过年就是会帮我准备食材。聚会的话，如果真的要去，那我就是会带自己的东西去，或是要带着一个磅秤然后去。对，不然我其实现在聚会真的蛮少的。开始健身之后，我就比较没有去碰酒精类的东西。平常出国玩的时候呢，我有出国都是比赛，都是对，所以我每一次出国，其实我都不是去玩，就是我都是去比赛。那你比完赛也没有就是稍微的有稍微吃一下，可能吃当地像去日本吃一点拉面啊之类的。那新加坡又吃那个海南鸡嘛，肉骨茶那类，但肉骨茶那时候我没吃啊，那个是有点炸过的，所以我也不吃，已经习惯了。对，就已经习惯了。对。接下来的动作我们做第二个，好，是低位的，然后反手的 hammer 拉。那这个位置会吃胸椎段第7节，走横向这边收进去的这个位置，这一段。OK， 好，那我们就开始。好，那注意的一样是我们的臀，坐着的时候不要懒懒的，要把它提住。好，重心踩稳，髋稳定住，吸，肋骨不要开，送，一样不要超过身体，如果超过就上背太多了。目标还是在中间这个位置的扩背，胸椎段的。我自己觉得我没有所谓的备赛期，因为我就是把生活都已经融入了嘛。通常备赛来区分的话，就是会有增肌的过程，然后跟减脂的过程。那我通常我增肌，我会希望我自己是2年一个单位，所以我可能在过程当中，我的体脂肪可能如果有点太高，那我会做一点微减脂的动作，然后去检视自己状态，然后是不是真的有提升一点肉量，然后这时候可以增加我对于增肌的那个敏感度。不能说因为脂肪太高，然后导致身体容易发炎，然后我会更容易卡关。简单来说，就是我备赛就这样区分，就是我只有一个增肌跟减脂期。那我增肌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增肌这个过程大家比较容易忽略，就是会觉得说哦，我要开始比赛，那就开始减脂。其实没有，最重要的是前面这一段过程，你的增肌才是一个重点，减脂其实只是一个小部分。我通常就基本上是365天。全时段备产，对，除非真的有遇到一些事情，那我可能会利用外食，然后还是挑一些比较有原型食物的方式去做准备。我的水分、盐巴、蔬菜、碳水、蛋白质的比例全部几乎100%，每天自己抓，就是夹计算机，然后算。对，就是我都是上磅秤的，我会多请一个教练去协助我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自己要去检视这么多东西，通常自己看不到这些盲点，那我会希望一个教练辅助我，那我可以更专注的直接全力去应付我要针对的比赛去做目标上面的推进，通常会记录，对，就基本的记录一定会记录的。赛前1-2天，你的行程大概都会怎么安排？那通常我赛前1-2天，我基本上都是把训练拉掉了，就是没有训练的，对，就是已经做好全部的准备了。那可能赛前1-2天就是除毛啊，然后上底色啊，然后把比赛的一些用品啊、裤子啊准备好，对，然后就是放松心情，然后时间到了就好好的补碳。享受一下肌肉开始饱满的感觉哦，对，然后练习一些舞台上面的造型啊。那你会冥想吗？就是会不做训练？对，会躺着，然后去思考说我现在在台上的感觉会怎么样？我从左舞台、右舞台上场，然后我要注意那个中心点在哪，然后我要怎么样面对裁判的那个位置。拿卡的时候要讲什么感谢的话？会每次比赛都会想，就是你上台前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很紧张的时候，你会怎么克服？我觉得这样克服就是紧张是一定要有的，因为代表你很重视这件事情。那其实相对也代表你其实就是已经准备好了。那我的话，我会对自己讲，或是我学生讲说，这个紧张你要去思考说，你已经努力那么久。
那你要的就是上场这可能30秒的展示，你一定要把自己平常所练习的东西带到舞台上，然后把你最美的这一面呈现出来给裁判看。OK。问他为什么你转身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像跳舞的滑步动作？哦，因为我高中是舞蹈组的，对我跳舞出身的。哦。然后加上因为动作熟悉之后，你对重心的转换其实是很好掌控的，那个动作就会很自然的呈现出来。其实也没有刻意滑，可能是我自己看了影片，我才发现，原来我在滑步，可能是动作衔接太顺。哦，对，也是融入生活，对，血液里都流着这个舞蹈的细胞。它自动的，是不是？对，它自动。对，又在台上，然后那个音乐那个节拍来了，哇，对好，对满。对，我发现你在 pose 真的会，我在 pose 的时候就是会听这个音乐的那个频率，然后去对一些动作特别的那个顿点啊、节奏啊，我希望会打在拍子上，已经习惯了。那有在就是 posing 在 freeze 的时候，忽然这个重拍来，然后忽然抖一下，可能会哦，可能会。接下来这一台的话，我们就是用 hammer 的，然后是水平面的拉，那我会用宽握的角度去刺激。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手臂已经旋前，然后宽握拉，所以这个时候就换吃我们的斜发，好，所以开始往上靠了。那拉的时候要注意啊，一只脚先稳定住，抓到你要握的间距，吸饱气，稳定躯干，肋骨一样不要开哦，稳定，好，骨盆肋骨对称拉。好，这时候拉的时候，我会先以近端的肌肉先用力。那近端是哪里？就是菱形，脊椎中间。先发力，然后靠近，先发力，靠近 ，OK。希望大家要有耐心，因为健身这条路它不是马上就会看到效果。对，你说1、2年嘛，可能也没办法。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以比赛这条路去迈进的话，其实你要想就是，当你开始改变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对饮食上面的已经跨出第一步了。那再来就是训练其实我们要一直不断的去推广，就是说对于现在健身的那个知识，它其实是一直在更新的。那我们也要尝试去接受新的讯息，然后自己内化，去尝试操作，然后去验证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用。当然，因为现在的网络资讯很发达，所以年轻人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你只要好好的把每一天的事情做好。健美就是这样，它其实很无聊。对，但是当你看到成果的时候，它其实是非常难达到一件事情，所以它才会这么诱人。对，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坚持下去。这件事情就是很无聊，但是坚持就是你的。最希望就是可以拿到那个职业卡，变成职业选手，然后也希望拿到这个身份之后，我也可以去把这件事情推广给更多人知道，然后可以帮助其他有这样企图的人，帮他完成这个梦想。今天分享就到这边。那今天来到这个健身工厂的新市场，这个环境非常棒，然后它的采光很棒，所以如果中午早上来练的话，这个圣光打在你身上，非常的有自信。然后这边我发现就是器材的动向，它设计得很好。背部的器材它就有一个区块，腿的就有一个区块，不然如果你腿这边一台，这边一台，你这样跑你会累死。所以它的分线是很棒的，对整个区块的环境啊，然后杠片的摆设位置，然后空间宽敞度是够的，不会有太多的压迫感。所以如果有空的话，或是住附近的人，记得来新市场走一走。然后，身为健美运动员，一定要来推广一下 IFBB Pro 的赛事。2025年的职业赛是在4月4号、4月5号举办，里面项目有自然的区域赛，然后跟常规的区域赛，还有比基尼的奥赛资格赛。看一下我们 IFBB Pro 的比赛。我们下次见，拜拜。你会觉得人生过得有一点，但就已经习惯了。哦，已经OK，帮他完成这个梦想。对，然后进军奥赛。对，为国争光。对，为国争光。OK， 没有问题，谢谢。好。